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作恒，来欢迎这一节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好，稍晚的时候，淡大的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聂老师也会加入我们讨论。好，我们首先来看到是现在呢，在中美双方看似是有稍微趋缓之际呢，但你看呢，习近平呢似乎还是持续剑指美国。中共的这份党媒他就发表了习近平的一篇文章，里头就讲到说，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经之路，而且呢，还特别点到，如果我们面对有人要围堵或者是打压的时候，就要理直气壮的进行斗争，当然也被联想，这是不是在讲美国呢？好，那反观呢，美国这边这个福斯新闻在专访川普的时候川普就被问到啦，说你既然指责中国势力入侵了美国的电信系统甚至是窃取了知识的产权，那你怎么看呢？结果呢，川普竟然就直言说，你不觉得我们也确实做了这样的事情吗？这就是一个肮脏的世界它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淡化的中国的威胁呢？但是我们看到美中呢现在是紧掐对方的命脉，尤其在稀土的争议上中国方面宣布将在未来6个月之内就要恢复批准稀土出口的许可证这是一个新的贸易框架。但是呢，外媒就分析说，这不能够开心的太早因为呢，这个中国为期6个月的出口缓冲期并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它只是一个压力测试。反观呢，美国现在不应该要把这个关键的矿产视为商品，而反观它应该要视为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工具，毕竟你想要拿回来时间也不太多。那也确实在稀土上中国可以说是花费了非常多的心力跟时间。你看从1927到1970年代40年之间从小规模的开放到后来呢，这个萃取的技术越来越高，才让它整个稀土的技术是领先世界。目前中国是控制了全球有60%的稀土产量，跟超过90%的加工能力这个在全球来讲呢，短期内你很难摆脱对于中国稀土的依赖。好，另一部分呢也影响到的当然就是科技啦。那现在呢，美国一直限制说中国取得先进晶片制造工具北京为了要反制，所以他们也扶植了本土的半导体产业链，甚至还成立了大基金，就是要提供资金的支援。好，这是认证制裁的专家就提到说，中国呢有500亿的美金，大概是新台币1.45兆晶片基金，瞄准的就是美国所为他们设下的技术瓶颈。那如果成功的话呢，这个大基金将可以开启录制晶片的新时代更可能可以呢全新绘制全球科技这个版图就要重新重组了。那另外是呢，我们看到 AI 的角力现在中国的这个 AI 呢被美国也列说你是封锁的名单，甚至呢还说它就在推动中国军力，比如说提升武器系统杀伤性的武器等等的。因此呢，认为这是违反了美国国家的安全跟外交政策利益。但是双方呢，当然讲到了军力的部分印太战略持续布局。好，解放军的双航母编队呢，最新是已经完成了远航训练了。外国呢舰机甚至呢多次想要靠近来侦察。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是辽宁舰以及山东舰那也说这个呢是这个歼15还甚至带了霹雳8训练弹来升空。好，我们看到呢，这底下就是这个图它的这个机翼之下呢，就是携带了一枚霹雳8的近格斗训练弹。好，那当然现在要应对这个霹雳15美军呢可能也要有所作为了。2026年在国防授权法的草案当中就显示，美军寻求大概是6.7亿多的资金预算，就是要来制造更先进的这个联合飞弹空速那我们就想，是不是因为有一种射程焦虑呢？因为美国空军在去年警告就说，到了2050年他们的射程来到1000英里的这种空对空或者是地对空的飞弹呢，可能会让美军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在这个驻韩美军有一张安全简报呢曝光了，这跟我们也很有关系，因为呢它竟然呈现一个南北倒转的情形把台湾跟菲律宾呢处于更显眼的位置这等于什么呢？就是包围中国的一个新战略图像好，那现在美国陆军呢更计划说，在2028年之前就要成立4个指挥部，要破解中国的这个区域拒止。
好，我们先请教赖老师哦，怎么看呢？现在这个中美之间的角力啊，我们看到这个川普他自己也说，这是一个肮脏的世界。这个是一个很有趣啊，因为7月1号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日子啊，所以习近平在《求是》的杂志里面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里面第一个谈到团结奋斗啊，这是这个中国共产党他们在过去以来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然后也要团结这14亿的中国人，也就是用1亿的党员团结14亿的中国人。那目的在哪里？要斗争，斗争谁呢？要对于所有的在军事上要去打压中国、遏制中国发展的，例如说像美国拜登的时候组建的 QUAD 啦，还有东北亚的美日韩的大卫营的这个军事三角关系啦，或者是这个美菲等等，或者是把北约引到亚洲来。那中国大陆要理直气壮的跟他们斗争，在经济、在关税、在科技方面也都是如此这个已经讲得很明白。那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好客气的，理直气壮的就跟他们斗，而且呢，一定会赢这场仗，一定会把他们打败。但是我们来看，川普的态度有点转变。川普一直想到北京去访问，他也一直渴望的习近平能够到美国去访问，他们希望能够交叉的一个访问。那这代表说两国的领导人愿意希望能够见面。对于川普来讲，那从他上任以来就已经多次的讲他要到大陆访问，一直等到6月5号总算这个接到了邀请。因为当6月5号这个他跟习近平通的电话以后，习近平就邀请他到北京访问，他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这位福斯电台的这个主持人，他可能没有跟上脚步，要不就是他想挖个坑给川普跳因为看起来不像是做球给川普。为什么？因为他用的论调几乎都是拜登时代的论调。可是我们都知道，川普最讨厌的就是拜登时代的人。但他用的全部是拜登时代的论调，说中国用骇客啦，那个通讯啦，然后疫情啦，什么什么什么讲一堆以后，就意思也就是说，你看中国对我们那么坏，他等于是好像就川普要顺着这个话来讲。那在过去以往，美国的官员都是顺着主持人的话，就把中国大陆批了一顿。结果川普他的回答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的回答是刚好完全相反。他说，我们也对他们这样做我们也很坏。然后这个主持人就说，难道我们都一样坏？他说这世界比你想象的还要坏。那也就是说，他等于是把整个主持人设想的要在这个节目里面把中国大陆臭骂一顿的全部都化解了。结果这个主持人还是不死心，再追一句说，那他们把那个真菌带到美国来什么意思？川普的回答更有意思，他说，你怎么知道那个真菌从哪里来？帮中国团结。对，他说那个真菌是到底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然后是3个疯子做了这件事情，那你把它小题大做吗？这个部分里面就代表川普似乎在为他要到大陆去访问，在缓和这个中美之间的一个氛围。那当美国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做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卢比奥怎么能够再继续骂中国大陆？其他的官员如果继续骂的话，那川普会觉得说，我已经改变了，你们还在骂，那这什么意思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些氛围会慢慢的变那稀土这个部分里面，大陆用了40年的时间，才在稀土这个部分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跟关键的一个决策点。那你想，美国现在整个重要的，尤其是军事的稀土，全部都掌控在中国手中。你短时间内你也不可能解决这问题。我们强调是短时间是5到10年，你都不可能解决这问题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你不认输，你还要打下去，你根本打不赢。来，玉芳委员，先讲稀土中国大陆要定大概6个月的这样的缓冲期他6个月内，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他对川普信不过，不知道川普，他觉得川普花样太多，而且呢朝令夕改。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他目前手上的王牌，坦白讲，并没有太多。稀土是这个少数的王牌里面最有利的一个，马上立竿见影。我一进你就收不到稀土了，
没有稀土，你的这个 F-35、F-22没有办法生产，你的新的导弹也没有办法使用，哦，所以我认为它这个就是放在手上，它边走边看，然后你对我的譬如说晶片、先进的晶片的这种这个禁止，你是不是还继续实施，还是要对我放宽？所以他要密切的观察，还有关税，最重要的关税。所以这个是中国大陆就变得灵活了。那你跟川普这样打交道，你不灵活那就找死嘛。因为他变，你要跟着变，他变你还没变，那就完蛋了嘛。这里讲到这个飞弹的问题啊，的确哈，你看飞机再好，这是个平台，真正这个飞机把敌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主要靠的是飞弹把它打下来啊。所以你的飞机再好，你的飞弹应该这样讲，你的雷达看不到对方，你的飞弹打不到对方，你这个飞机再好也没有用。所以飞机基本上就是个平台而已。那现在来讲说，已经很不简单，像这个 AIM， 这个260，说美国这希望它能够大规模这个大规模生产，这个距离啊，射程到达240到320公里，这是真的很吓人。更吓人是美国空军自己公布，说到2050年，离现在也没有太远，就25年而已，可能会出现一种这个地对这个空对空的这个飞弹，射程1000英里，1000英里就是1600公里，你知道吗？台北到马尼拉才1161公里，很远呢。台北到上海才689公里，对，到北京1700公里。所以你几乎是从台北起飞的这个飞弹，你一下就会打到北京刚起飞的这个飞机，可我刚刚讲过，讲起来就是说这个距离要研发出来，射程可能还比较容易，最重要你的雷达可不可以咬住对方，而且持续的咬住对方。所以为什么说从5代机开始，隐身的功能就是作为一个先进飞机的一个检验的标准，就是你不能让对方看到，不能让对方的雷达咬住你，所以如果你的飞弹再好，你的雷达咬不住对方的飞机，那也没有用嘛，那也没有用嘛。所以，但是这个值得看得出，而且它指的不是只有空对空哦，空对地哦，空对地要打到1600公里，你说这个25年以后，那个也够呛的啦，那个就整个的战争的形态就真的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你知道，就战争很残忍，可是为了打倒对方哈，你就用尽脑汁。所以其实人类科技里面最进步的某一点来讲，不是医学，是军事的科技的发展速度真的是最快的。我虽然用来杀人，我不是觉得是不太好了。当然这也说是，是不是现在呢，美军有一种射程焦虑呢？来，念老师。OK。射程焦虑，我是不是会讲一下那个现在围堵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一个国家我常在讲四鼎啊，4个四足鼎立啦，3足当然也可以立一个椅子桌子，但4足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其实你看一下，我们在讲到围堵之战，习近平为什么讲说面对围堵要理直气壮？当就剑指美国嘛，非常清楚，因为从政治他到处围堵，经济当然不管是关税或任何方式，你看围堵。中国是怎么围堵？第二就军事，那一样用各种舰艇空海陆这样围堵。当然人文化的认知战都在围堵，所以政经军文都在围堵。当然最后的科技更重要，可以撑盘所有的顶的这个科技更围堵。当然这个他万万没想到，中国其实也有一个王牌，也就是这里上面有写到的，就是他们已经有40多年，从1927年到1970年。从小规模的稀土的慢慢磨练，慢慢开始到外销。当时它的这个精致冶炼还没有这么成熟，现在到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能追得上，已经到全球的90%的加工的这个精致冶炼到他的手里，握在这手里。即便川普非常聪明，一上来发觉我们只有1900万吨的稀土储量，而中国有4400万吨哦，这么大的差异，25倍的差异，他怎么办呢？很清楚嘛，格陵兰有。他非常聪明，结果你有没有发现，他现在不太谈格陵兰，为什么？因为他虽然有150万吨，重点是你怎么开发，产量需要时间，而且你根本没有办法精致冶炼。最近还有人爆出说，巴西
也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稀土的一些储量也不小哦，在全世界可能第3。但是呢，美国也想去动，可是有用吗？因为你演练不出来，这跟晶片是一样的道理。就是美国磕住中国的脖子，从川普1.0版，从2019年5月到2020年的2020年5月到2020年5月到8月到8月到9月，总共3波的这个华为的禁令，大家非常清楚知道他在磕这个晶片。中国晶片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去围堵，然后当然到了1.5版，就是拜登时候的所谓的这个晶片法案，到他现在不断的磕，才发现，对方的这个牌好像比我还大，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会怕了。因此，我觉得这次呢，川普讲出了一些缓和的话。那当然，我现在再讲一下，就是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福斯的这个节目主持人，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只是想讲一些表达一些事情，说我是爱美国的，因为这个所谓的窃取制裁权，他们不知道讲多久了，尤其跟电子有关的所谓的我们讲电信系统，其实在2011年、2012年。那个当时的华为或中兴，从他们的电话交换器再转换为做路由器、做电信系统的时候，当时美国就并了他挡了他所有的并购案。非常清楚说，他现在就是要来拿我们的制裁权，就是要透过我们的电信系统来窃取我们的情资等等的这些事情呢，其实早就发生，不是现在才发生。所以对川普来讲说，这个事情不是旧事情吗？旧新闻。第二个呢，我们其实更严重啊，我们全球都在做这个情资的探讨。你看以前德国说我们是霸权，在德国在我们这边放一个这个所谓的情资探索器，就被你骂的半天。可是你美国在我德国所放的告诉监视器，难道就合理的吗？所以川普这次讲话也蛮合理的，他说其实我们早就在这样做，全世界都在偷看别人，所以是一个肮脏的世界。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真的聪明，他就是一个做生意人谈判，因为此时此点，晶片、稀土两边对抗，他发现中国以牙还牙的还审，或者这种各种的规则，或者给你一段时间，让他发现我急着要的东西你不给我，好，你终于给了，我觉得太好了，中国要出口，就是给我民用而已。再给吧，我军用也需要，好，再给你一点。他发觉不够，因为他自己没办法产了也来不及精炼，所以他现在怕了，他必须要谈判，也必须跟中国商炮谈一下。不过当然，中国另外一点说，好，那没关系，你还是在扣我晶片，如果晶片技术拿到，你就完蛋了。可是没有那么简单哦。你刚刚讲的那个几千，不管3000亿人民币啦，差不多。其实各位去回想一下，在2014年，中国就看到了这一块，就在半导体晶片就扎了。大经济一起计划，这已经第4期了，就扎1380亿，有成功吗？你记得吗？当2018年川普上来的时候呢，习近平吓到把那几个做晶片领导人全部下马，因为你们根本都在贪，根本没有真正做，所以他2018、19又丢了2期计划，丢了2000亿，请问有成功吗？有到一定水准还没有，还是输，先进制程还是做不到啊。他们的稀土演练了40年，就跟我们台积电啊，从1980几年一直到现在40几年，这种。精髓是你拿不走的，你知道吗？所以不容易。虽然他这次扎了3000多亿，一次一次的加码，好，从2023、2025加码，他的确想往前再突破。可重点是先进制程的奈米技术啊，甚至它的设计端在美国那里 ，EDA 也被美国 hold 住。那光照虽然他们有一些光科技都做出来，还是有一段距离。中国也知道这一点不行，所以他当然他一方面你磕我的烟，我尽量发展，逼近你。就像黄仁勋讲，转头就看到了，我尽量让你就在你旁边。可稀土你现在会超过我后面很多，你美国要不要跟我谈？所以我觉得美国抓到这个，中国抓到这个，美国现在它很多地方会慢慢示弱。那你再看下去，川普搞不好会越来越对中国仁慈，但不是真仁慈，是表面仁慈。那讲到这个经济的维度，我们就来看这个关税战呢。现在这个7月9号，川普呢就要来公布了各国的这个税率哦。那他就在白宫呢透露说，部分国家根本就没有诚意谈判。川普呢还直言说呢，7月9号前就为他们设下税率。好，那说呢，就是因为这些人都没有想真的谈啊。还有贝森特呢也提到说，就算你真诚的谈判呢，我也不会就因为这样把你降低，还是可能会面临高额的关税，一切就是看川普老大啦。那你这样子，人家真的还会想跟你谈吗？所以我们看日本呢，这次态度呢，当然也是踩得非常硬哦。川普现在就很不满了，他说：为什么你日本呢不
不买我们美国的米呢？所以威胁我要实施更高的关税。他说啊，这个他会给他们一封信，希望未来几年，当然他们是贸易伙伴，可是呢，他们竟然不接受我们的稻米。但是我们就发现啦，其实 CNN 哦，去年的时候呢，才有提到说，那时候日本人啊才买了3亿美元的米，那所以有人他不是没有买嘛，所以他还是有买的。好，那当然呢，现在川普呢就说日本被宠坏了，他们都不买美国的米。日本方面呢就说，我们最担心的什么？就是你的汽车关税会损害到日本的经济。他就特别呢，这个日本首席关税谈判代表提到，美国如果维持对日本进口汽车课征了25%的关税哦，哇，那不得了了，这会造成日本经济重大的损害哦。日本媒体呢也提到说，为了要能够见到贝森特哦，看到呢这日本首席的谈判代表还延长了在华盛顿的时间，不过最终还是没能够见到贝森特。好，另一部分呢，欧盟我们同样看到法国总统马克宏啊，他就批评他说美国呢就是在做勒索的行为，而且呢说这个啊不是所谓的壁垒或者是关税，因为壁垒跟关税是强国设计的，常常都被拿来当做勒索的工具，不是平衡的工具。那现在呢，美国也批评啊，说欧盟的科技法规就是针对美国的科技巨头而来，所以有部分人士也很担心说，那么欧盟接下来会不会把数位服务法跟数位市场法纳入谈判，那会削弱它的法律效用。欧盟的执行委员会就提到说，这个法规不会改变，那么数位市场法跟数位服务法呢都不在谈判的范围当中。但您看这个欧美啊经贸安全官员呢也说，接下来我们会到华盛顿进行谈判，就是要争取避免美国提高关税。那甚至呢，外媒也提到说，欧盟会接受10%的这个关税，但是重点就是寻求有一些关键的行业不用收。所以像是呢这个药品啊、酒精啊、半导体啊、商业飞机等等的。但是现在啊，关税呢刚被外国说这是勒索，那美国呢也说自己国内经济啊受到一些冲击，谁赚了钱呢？是不是就是川普呢？我们看川普疑似呢在4月份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说我买进喽，结果你看看真的呢我还大赚了钱，我的朋友也赚了25亿美元，那就说是不是疑似涉嫌操纵股市要被查？那现在川普呢又说我要推出一个胜利香水，这个香水代表我获胜了，还成功了，甚至还亲自录影片来推销这款香水所以这个钱都赚到川普的口袋里头了。好，赖老师怎么看川普啊？现在这个威胁课关税，显然不是每个国家真的都买单的。不买单，难道你有勇气能够勇敢的跟中国大陆一样吗？全世界目前来讲，能够跟美国打成平手的只有大陆嘛。也就是说，你美国课10%的关税，它课10%，那芬太尼的20%，现在看起来可能在没有多久，迟早这个芬太尼的关税会拿走。所以你美国对中国大陆课10%，大陆也对美国课10%。但是现在的情况是，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呢，欧盟，你有勇气跟美国对等课关税吗？没有。日本呢，也没有。加拿大呢，强硬的一天都没有的，一天都不到，一天都不到本来装得很凶的样子，那个卡尼，哇，我要对你课数字关税，6月30号生效，昨天6月30，结果川普在上个礼拜断了跟加拿大的任何谈判，然后加拿大卡尼突然间宣布6月30号的关税不课了，不到一天就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恢复谈判？好，那你没有任何反击的情形下，那请问一下，你马克龙讲的就是空话，你日本说我不能接受也是空话，你欧盟讲说我要怎么样也都是空话，都是出一张嘴。我举个例子，现在川普把日本，他说你已经不在我的优先的考虑的范围内了因为我已经跟你谈了7轮了，对你很够意思吧？那谈的最后一轮就是第7轮的时候，这个日本的产经相他到了美国去，贝森特不见他了，见不到人了，结果是在美国打电话。观众朋友，您觉得这个对日本人来讲已经羞辱到极点了？对，你从日本飞到美国去，那飞到华盛顿，然后这个美国的财长明明就在华盛顿，他却不见你，然后跟你通了一个电话，那这个日本的国格到底在哪里？结果还要赔笑脸，然后回来。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川普用了一招很简单，就是目前来讲估计啊，可能在7月8号之前，可能就有4个国家可能已经谈完了这个贸易协定，那其他的都没有。没有的话，就会收到一封信。那这封信里面就告诉你说，哇，你要被课多少关税？对。那川普已经有说了，他的关税这个对等关税从基础关税开始恢复正常的对等关税，那就是11%起，一直到50%的关税。那欧洲基本上是50%然后越南是40%多，日本20%多，然后汽车关税全部都恢复25%等等的。好，那我想请问一下，而且呢，生效日是7月9号。那你7月9号开始生效了，你日本假设你的汽车关税25%，然后你的所有的产品的关税24%，美国开始课了，然后呢？因为美国开始课了嘛，那你不谈判也无所谓了，因为他开始课了，那所以你日本该怎么办？你的日本的汽车课了25%的关税，你到美国的本土能够打赢美国的福特汽车吗？这个就很难了嘛。那你欧洲被课50%的关税，你欧洲什么车，你 Volkswagen 你进美国，你能够打赢福特吗？你是打不赢的嘛。那这个时候，请问一下，你欧盟你要不要跟美国对抗？像中国大陆一样，我也给你课50%的关税。可是问题是，这一些国家跟这一些组织，它本身都是出一张嘴。马克龙说这个是胁迫，这是勒索，这不能接受。然后呢？然后你应该要对等嘛。你应该像中国大陆一样，你给我课多少，我就给你课多少。结果你们都没有，都只出一张嘴。都出这张嘴的情形下的时候，你就我们来看看，在7月9号的那一天，那么当美国开始对于不同的国家课不同的关税的时候，那是不是美国的进口就会减少？因为关税升高了，它的东西不好卖，那进口会不会减少？进口一旦减少，那物价会不会上涨？然后你出口会不会减少？出口一减少，你的这些欧美的工厂，它的出口量开始减少了，会不会出问题？所以出口商会不会出问题？生产制造商会不会出问题？然后进口商会不会出问题？美国的这些消费者，他本来需要的产品变少了，物价变高了，对于美国来讲，物价会不会开始又涨上来了？然后你联准会一看物价又涨了，他根本就不肯降息，然后你的大而美的计划又要出来，又要借公债。然后最后关税最低的在全世界竟然是中国大陆，10%，其他是11%到50%。观众朋友，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吗？来，预报员，先讲米啊，其实日本以前是很骄傲的，他们觉得他们的米全世界最好吃，日本米真的是还不错，然后他们的自民党因为长期执政，自民党跟农村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他要保护他的地盘，所以呢就保护他的这个日本的农业，其中包括这个米。可是这几年呢都改变了啦。第一个气候变迁，日本人有些的米的收成有时候不够。那另外呢，这个日本的老化，那很多年轻人口外移到都市，所以农村也没有人种田，所以他就开始进口米。他从很多地方进口，甚至从中国大陆啊、泰国啊。像今年的1月到5月，他从台湾进口了7759吨的米，是去年同期，去年1月到5月的6倍这么多那川普去抱怨说他没有买美国的米其实也是不对的啦。譬如说他这个去年他买了多少，你知道？30万吨到40万吨，这个米，所以说他是有买，但是川普讲话就随便他讲嘛，乱讲一气嘛，就这样子嘛，是有买，但是是不是美国的米，日本人不是太希望，不知道。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说实话，不要讲名字，我们都吃加州运的生产的一种米。我告诉你，我那时候天都怀念台湾的米，台湾米太好吃了。所以是不是日本人吃米，它是米的文化嘛？所以他可能他是稍微挑剔一点，他还是觉得自己的米最好。所以对美国米是有一点点排斥，或许啦。不过这几年这个情况都改变了啦，而且日本人吃米的量也大减了嘛，这样。另外讲到这个汽车业啊，
日本也好了，欧盟也好，跟美国的贸易的关系不可能太平顺的了。我们刚刚讲说农村，日本人对农村很重视这样子。那汽车业呢，也雇佣很多人，像密西根州也是一个大票仓的地方。所以你看，川普在竞选前后都是对这个汽车业说了很多的好话，也开了很多的保证。但是你很难，譬如以日本来讲，日本在去年1年卖多少汽车到美国呢？137万辆。他卖汽车跟那个零附件加在一起啊，去年1年是占了日本对美国贸易的34%。所以这个汽车加上汽车零附件卖到美国去，对日本来讲是它贸易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你像美国要拿日本的汽车来开刀，要加重它的关税，让它在美国市场没有竞争力，对日本是很大的伤害。那你反观你去看欧盟也是这样，2024年欧盟的汽车加上它的零附件卖到美国市场是622亿美元，很大的一个数字对不对如果你加上钢铝的话，钢铝的话是卖了240这个欧元，所以你钢铝的税的问题，你对欧盟的这些国家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汽车的税也是一样，所以像这个工业化国家跟工业化国家中间常常没有互补啦，只有竞争的关系，没有互补的关系。你生产汽车，我也生产汽车啊，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你说美国一定要长期跟日本跟欧盟维持非常好的关系，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啦。朋友之间也会吵架，利益有冲突。对，老师。OK， 那个我先讲一下，这个川普的关税的确是非常有趣。他拿他这个当工具呢，然后运作成手段，然后达多元化的目的。之前常讲但他的目的非常多，包括刚才洪玉芳讲的这非常有道理，就是其实他还是有进美国的米，但是川普认为进的不够他也知道不够，因为当然就像他们刚刚讲到，日本他们自民党他本身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稻米，可能科别人的米这个税是非常之高来去科美国，而是有限制的这个买。那这就是他的目的之一嘛，我喊出一些话威胁你，所以你要多买一点，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要日本人俯首称臣，可是你就没办法，美国就是老大，所以呢，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人呢喊得很大声，像刚刚那个讲的卡利，今天喊得很大声，卡利很优秀啊，这个整个学经历背景都很棒啊，一选上的时候也是造成像英雄似的被大家这个加拿大人喜欢，可是对方真的就是太雄壮了，太壮了，美国就是老大，所以你最后还是怕，所以打不过人，最后就只好听话。可是我必须说明，就是关税打出去之后，全世界我刚刚讲分2派嘛，有一派就是完全俯首称臣的，就是 surrender 就投降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 revenge 报复的。刚才我们都看到日本开始不听，有点想报复，欧盟也是要报复，那加拿大也报复，那好，加拿大开始赢不过了，欧盟最后也可能会抵不过。我必须讲一下，就是日本，我们先分析日本这一块，日本真的也很可怜呐。日本其实以前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刚讲美国读书，日本最呛的就是 Toyota、Honda 嘛，所有人都买日本车嘛，电器都买日本的嘛 ，Panasonic 啊、Sony 啊，你有钱的买 Sony 电视，没钱买头绪把电视。那这个无线电那时候 Cordless Phone 全是 Panasonic 等等的，全是日本吃遍了所有的电器商。可是1985年广场饭店协议之后，到1989年又是后来他的这个美日半导体协议之后，限制了这个。日本的限缩它的半导体发展，使得它的电器慢慢也萎缩，也课它关税。日本已经受伤很重，而且当然造成了日本的这个汽车工业，你看这个Toyota就没有以前这么的光环了。这一次呢，再磕它，还是继续磕它这么高。我跟你讲日本其实赖以生存的过去大概就是汽车，还有除了其他，日本过去是蛮强，但现在讲怎么说都是80年代的资本强国，也就是汽车电器。现在1次以后，在2次的时候再受伤害，日本怎么受得了？所以一开始打关税，日本就有官员讲说，美国这次根本就是勒索、敲诈，这不是马克宏讲而已。其实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做的就这样子。所以你看，日本当然他现在也不会说你美国要我买，我马上就买。所以我即便缺米，他的确缺我就是不买。你看他多不爽美国，这个我觉得现在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不过我现在要讲，就这个的世界的未来川普这样再搞下去，7月9号就要到，7月8号发那个函说恭喜大家，你的税有多少多少等等。试想一下，如果果真如此，未来会怎么样？全球情境会怎么样？这个 scenario， 美国 scenario 会怎么样？出口动能、进口动能全球降低，
库存降低之后，你 stock 货存货一定多，产业供人一定也降低，全球在慢慢一定会使得国际经济会慢慢在1季2季之后就会产生更不好的萎缩，当然金融市场会受到影响。还有呢，当然美国自己就会更惨。美国是一个制造业空洞化的东西，它需要啊。请问一下，你现在扣人家那么高关税，即便对方卖主哦，这个 seller 吃一点吸收一点关税。他不可能血本无归全吃，你买家一定 buyer 一定要吸收。这时候你知道 Amazon 线上的一定会缺货嘛？那些小型商家进中国玩具货的一定都要马上倒闭嘛？之前就倒了很多。那一样沃尔玛之上的上架的东西又要开始少了。请问一下，美国人怎么活？他的民生福祉怎么继续下去？所以川普为了这个国家想要开源节流，一直用了各种想法。可这个商人还是商人，他就不是经济学家也不算是政治人物。他搞得这个全球乱了以后，美国自己的未来他会更痛。我觉得啊，这个关税7月9号就好了，7月8号我看他会发多少信出去恭喜大家了，我们等着看吧。好，我们接下来呢，聚焦是美伊的冲突部分呢。好，现在呢，针对到底有没有炸伊朗呢，我们一直讨论说疑点重重。那川普现在又否认，他说没有跟伊朗会谈，还说他根本就不可能会给伊朗任何的东西，还爆料哦，他说我不像是奥巴马，奥巴马会给他们数十亿的美元。那川普现在就把自己的底线呢秀出来，他说呢，我们呢这个美国已经彻底的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所以呢，我不会跟他们谈判，也已经呢不会让步了。那当然哦，现在到底有没有炸成功呢？华盛顿邮报哦，在6月29号哦，就引用了4名美方的知情人士来报道，说美方截获了伊朗高级官员之间的通信。伊朗方面认为核设施在空袭当中哦，是确实有一点受损啦，但整个破坏力跟规模都低于他们的预期。好，所以是不是这样呢？让现在美国呢也觉得说有点误阻啦，好像不如预期。所以美军呢就在最新哦又要研发一个巨型的钻地弹了。那这是美军次世代的钻地弹，已经要准备来开发了，而且呢还号称说他们对于爆炸的要求啊比前一代威力更大，体积更小。未来除了是轰炸机以外呢 ，F-15战机同样也能够携带哦。这对于地下设施的打击能量，会比刚刚我们提到的轰炸伊朗这部分的午夜之锤呢还要更庞大。那伊朗方面也持续的呛瞎美国，他就说呢，这个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啊，就是为用于和平，所以呢，你要求伊朗不能够进行浓缩铀活动，伊朗是不会接受的。那如果美方要求我们要不进行的话呢，否则就轰炸，那这样子就是你现在要跟我玩丛林法则了。如果这样，那大家就没什么好说的。好，路透也提到说，和伊朗有关的这个骇客组织呢，现在也有行动哦，因为呢，他们就扬言呢，出售更多川普亲信的电子邮件，包含幕僚长啊等等，都是目标，就是疑似报复川普在6月22号的这个空袭。那伊朗国会呢，现在也通过了法案，未来会禁用包括这个马斯克星链跟没有经过许可的上网通讯工具哦，因为怕情资被掌握，违反的话就可以判处死刑。好，那随着呢，现在看起来战火稍微平缓了一些之后呢，川普是不是也要再出手来布局中东？川普就在当地时间的6月30号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撤销了1979年以来他对于叙利亚的大部分制裁。那这个举动呢，就让叙利亚跟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奠定了一个重要的一步哦。以色列的外交部长就说，他们也很有兴趣跟叙利亚跟黎巴嫩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呢，以色列不会在和谈当中就戈兰高地来进行谈判。好，那以色列的总理呢，也在7月7号要访问白宫，还说呢也会拜会川普，希望确保哈马斯释放扣押的剩余人质哦。赖老师怎么看？现在当然这个美国到底有没有炸到伊朗？我们讨论了这么多天哦，可是现在川普突然爆料了奥巴马，因为川普他一口就是要咬定我炸成功了，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下去。因为这个是无从核实嘛，对，就是说。现在伊朗已经完全伊朗的国会已经通过一个法案，取消了跟这个国际原能委员会的合作。所以国际原能委员会现在回不了伊朗。第一个，第二个，他也没办法，因为回不了伊朗，他就没有办法去看
这些到底有没有被毁掉，毁掉什么情况？第三个就是以色列目前的情报组织，那么有了很大的损失，因为本来它的情报是成功的，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这一次的突袭还有加上美国的袭击，它的军事行动有造成伊朗的很大的破坏。但是到底核设施有没有被整个摧毁？如果没有的话，那等于是以色列的这个行动事实上是失败的，因为它的目的是摧毁伊朗的所有的核设施、核能力。但是如果没有成功，那以色列算是失败，而这个失败就造成它的情报机构很严重的被破坏，因为伊朗开始大量的逮捕嘛。那这样的话，以色列要再透过它的强大的过去所能够渗透成功的这些情报系统、特工，然后能够去掌握伊朗的核能力，它显得就更加的困难了。那既然无从核实，所以对川普来讲，我就一口咬定，我炸成功。炸成功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他不用再派轰炸机去炸了，因为派轰炸机去炸有风险，轰炸机如果掉一架的话，那就麻烦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反击的话，再打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这个对美国也是麻烦。第三个就是，如果一旦没成功，以色列又要对伊朗发动攻击，那两边又打起来，可是距离又那么远，也不可能派地面部队把伊朗的这个政权推翻，所以又这样炸来炸去，那又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又造成这个地方的经济啦安全的秩序又大乱。那么以色列，而且伊朗现在的导弹能力比以前更强，它确实能够突穿以色列的防卫网，而且造成他们的地方的伤害，这个对以色列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对川普来说，我就是一口咬定就是炸了，炸成功了那这样的话就不要再打了，以色列跟伊朗不要再打，美国跟伊朗也不用再打，美国也不要去担任任何风险，就这样子这个船过水无痕，大家都 happy 嘛，你 happy 我 happy， 大家都 happy， 大家都开心嘛，就这样过了。但是偏偏欧盟的情报圈说没有炸成功，偏偏有一些媒体记者他就一定要去追到底，然后美国的偏偏他的国防军事情报局就是说没有炸成功，那当这些一直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在问好，如果你川普一旦对伊朗炸成功了，理论上讲你对伊朗已经没有核能力了，那你对于他的制裁应该要解除了吧？他没有核能，因为你当初是因为他有核能力，所以我制裁他。那现在他已经没有核能力了，你为什么不解除跟他制裁？可是你又不解除跟他对他的制裁，那人家就会怀疑，那应该还有核能力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整个发展，坦白讲是一个罗生门。不过我倒认为，只要美国还愿意跟伊朗谈，那就是代表伊朗的核能力还保存住，并没有被完全摧毁，只是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秘密的就把它运到第三方，神不知鬼不觉，我就送你一些东西，你也都不要讲，大家就这样子开开心心的蒙混过去，那你也开心，我也开心嘛，那就我把你制裁也解除，我也帮你盖一个核电站，这才会传出说美国要拿出200多亿，然后要由沙特他们来出钱。来帮他盖一个核电站，才会传出这样，川普才会说我没有，才会有否认的这个事情。更多的国际内容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怎么看现在这个美军说要研发一个新一代的钻地弹。因为它这个真的是很大，它目前这个3万磅好重所以太不切实际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很少数的飞机可以把它携带，比如说这个 B2 但一般的这种飞机大概都载不动了，太重了，所以这个以这个战术的使用来讲，它是应该把它缩小一点，重量不要太大。我讲这次的轰炸你说它完全没有受伤，这不可能。对，它从通气口丢下去，这是攻势最脆弱的部分，向外连通的唯一的管线就是那个通风口，所以从那丢下去，
绝对在坑道里面那个爆炸，而且它不是一次爆炸，它钻地下去了，在第二次爆炸下去，伤害应该是还算是蛮重了。但是你说摧毁了整个伊朗的核子设施，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因为第一个它是这一座山，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一颗的这个3万磅的这个炸弹丢下去后是几乎是滑出来或弹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太陡峭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扔进去就被弹出来了。那你去想看，它是在山里面做这个地下工事，如果在平地造这个地下工事，我想这地下工事再坚固，大家都被摧毁差不多。它是一座山，这个山搞不好都已经被它挖空了，而且它这个隧道一定是弯弯曲曲的，不是直线的，不会说你一炸那个震波就可以直线的冲过去，把它所有的设备全部都冲垮，不会，它都会转弯的嘛，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所以相当程度的这个核子设备是被保存下来了，而且最重要的是400公斤的那个浓缩铀到现在没有被找到，这个才是真的要点呐，对不对？它这个浓缩铀400磅，它400公斤，它保存住这400公斤，这是很多设备经过很多时间才提炼出来的精华，纯度只有60%，要当核子武器要90%，所以它还需要再精炼一段时间才有办法，所以还需要设备，还需要时间，但是我认为就是时间啦，所以这个美国现在坦白讲不放弃的地方在这里，可是他也不敢随便再攻击它。你发现最后其实伊朗这次的战术使用是有点怪的，他最好的东西放到最后，多弹头的飞弹是最厉害，那个比尔谢巴那个地方，那大楼整个都被他铲掉，为什么？因为它等于是子母弹一样，是会散开来，然后去轰炸一个区域。那个山坡的那个面积非常的大嘛，所以你如果再打伊朗，伊朗就用这个来报复以色列，以色列坦白讲也会吃不消哦。对，这中东火药库，我看起来呢，这风波还没有停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看这个疑点重重，到底美国有没有炸到伊朗呢？老师，好 ，OK， 当然这是一个罗生门。不过在讲这之前，我先讲一下这个世界真的很奇怪哈。你看美国打伊朗，到底有没有人讲川普或者美国的错啊？俄国只是，而且他非常师出有名哦。你一要武器东扩，要加入北约，他就打乌克兰，结果被世界打法骂得不得了。我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对岸打台湾的，世界会怎么样？美国会不会一直骂，一直发声？这次呢，既然没有人发，这个逐渐美国真的厉害啊，师出无名都可以不被人家打法。他只有一个什么东西，只说我有核压力，说对方可能有核武器，那有核威胁，但对方讲得非常清楚啊，说我们希望做的浓缩铀是希望是和平用途啊。川普也不让他做，其实不是，我是觉得他要控制整个中东，尤其啊，他偏宠这个以色列，因为以色列自己都已经有80、90个核弹头了，却不让这个伊朗跟他一样在中东抗衡嘛。我觉得他有他背后的目的，不过到底有没有炸这个罗生门，真的是很难解。你看，不只是欧洲的各种媒体在讲啊，光美国他自己哈，在6月9号就《华盛顿邮报》哈就讲得非常清楚，说他们有窃听到伊朗的政治官员在他们的那些讯息说。现在他们炸到的东西的确有些毁损，就像刚刚讲的，但是呢，它的破坏性比我们预期还低，太好了。所以他们已经自己的官员的声音都被听到，而且都被证实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这表示其实是有炸到，但绝对不是他们炸到所谓的川普讲的，我们已经胜利了，已经炸到他们所有想要的了。不过当然，美国这个也是。真的是很奇怪。如果你说都炸完了，你干嘛还是要马上去做一个 NGP 呢？就是 Next Generation 的一个 Portable 呢？你是害怕真的没炸到吗？你觉得只炸60公尺，炸不到它的80、90、100公尺吗？还是怕它到了伊斯法罕另外一个省去了？你很怕将来还有一个更深的地方，要做一个更快用 F 战斗机，不需要轰炸机就可以带着小型再去炸吗？看起来这个罗生门已经非常清楚，也就是根本没有炸到他所理想要炸到的地步嘛。